这我其实有个问题，这么火，为什么之前脱口秀没人叫他？咖太小了，那真是舔着脸，这知道太会演了，人保活儿。他节奏真好，我太喜欢他，我觉得铁粉。真的有很精彩的肌肉的展示。对啊，很厉害啊，确实炸呀，做大做强了。再创辉煌了。你看他讲每一个的时候，大家都是那种掌声。小彩旗，小彩人儿，老综艺人了。他这小劲儿真好，这个行，这个炸呀，纯炸，这个不行说，说车轱辘话，又得有 beef 了，2个圈子，挺自如，挺自如。非常好了，非常好了。大棉袄，二棉裤，里边是羊皮，外边裹着布。好，4六8斤上来了，挺春晚啊，太炸了。忙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秀琴，我是本期范志毅还有刘畊宏的编剧。大家好，我是 Seven 啊，这一季是这个张绍刚老师的编剧。大家好，我是 Party， 这一期是刘畊宏教练的编剧。你俩都是刘畊宏的都是刘畊宏啊。然后开始陪看之前，我们有一些问题，就是想好奇一下，你们最期待谁的表演？对，或者最担心谁的表演？我最期待杨迪的表演，因为我从大学看他《火星情报局》的时候，我就非常喜欢他，我就是他铁粉。我最期待我们自己写的刘畊宏老师的表演，因为他真的有很精彩的肌肉的展示。那这个担心谁呢？担心谁？我有点担心鸡排哥。鸡排哥，因为他毕竟是这里面算相对比较素人的一个，对，虽然他炸的是荤的。好啊，好，先出梗，想出来了。好，那前期这期节目筹备的时候，最后一期嘛，这个聊嘉宾的时候，哪位嘉宾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？就是挺意外，机器人能说啥？确实机器人嘉宾的印象比较深刻。还有那个刘畊宏和那个鸡排哥印象比较深刻，就是聊什么话题，他最后都能拐到他自己的专业上。教练什么话题都能拐到健身上，鸡排哥什么话题都能拐到炸鸡排上的。不忘初心吧，不忘初心吧。然后有一个预测一下本期的这个 Talking 是谁？预测本场 Talking 啊，我预测就是我感觉可能是小齐，因为他每次的状态都嘎嘎好。对对对，确实是感觉给自己在主咖上干升咖了。是，我准备压个冷门的。谁呀？鸡排哥。鸡排哥。鸡排哥。万一最后一期张绍刚也入选了呢？我想张绍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机器人参与评选吗？他要是拿 Talking， 我去给他垫直卸了。有没有看过主咖的陪看节目？你们看过吗？我看了一点，后面那个要会员了。第一天的时候要用 SVIP， 后面是 VIP。对，最喜欢哪一位编剧或者脱口秀演员的陪看？我认为肯定是有 Party、秀琴和 Seven 的这一期。那就是最后一期。最后一期记得来看。对，记得来看。花点钱也看。对，然后咱们这个看看今天这个演出啥啊？好，期待。大家好，我是杨迪。其实我也算台上风口了，因为我也是选秀节目出道的嘛，所以我其实疯狂上综艺，主要是为了什么？担心哪天不火了就没有通告了，所以我疯狂上。哎呀，没想到一直火。他活确实多。你说气人吧？瞅你的神色。刘畊宏，刘教练。他词儿背的挺好。刘教练，他不用那啥。四川人啊，他就是那种对他左右看。教练一看老综艺人了。长得一看就没有什么喜剧天赋。那个机器人在后面好诡异，是吗？你刚才看，他应该在后边一直转圈。哎呦我的，小彩人，没法比了啊！主要是不够搞笑。刘教练，我教教你这2年应该怎么。你看，不要用手拍的，咱们要用手肘，这种哎呀，他真放得开。这好像现场就想的。对稿时候想的，只是给他标了表演。对，编剧给他标一个括号，这块需要一段舞蹈，是自己想的。就是这15秒让他自己撑一下，太厉害了。看过我的一些 vlog 啊，就是杨迪爱爬山，你们看过？对，我没看过。这个 vlog 有点瑕疵才有笑点，包括大家就不是真 log， 是 vlog。圈的综艺卡段呀，都是那些搞笑的翻车瞬间，像什么失误呀、口误呀。怪物呀，我呀，这种就是对吧？这个小梗也能划过去。会找我呢，因为我的出现就是对综艺节目的权威认证。再加上我们节目上一期好像徐志胜已经来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这里宣布，你们主咖终于集齐了中国综艺的全臂江山。哎呦我，一胜拼起来了。这个怪物是什么？果然更丑。
跟上次那个迪米猛扎一起。他这小劲儿真好。谢谢，收起来。很自如。哇塞，他打扮的好嫩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庆功宴好像那个火星情报局，专门是来吃蛋糕的哈。你们说这次庆功宴他又来了，最后一期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爱吃点蛋糕。那个长桌我还没就是爱吃。哇，他倒是说唱圈的蛋糕。我面前只有南京特产活珠子，珠子是活的，我的心是死的。珠子其实也不是活的。早安。是吗？假如以后再也不能在庆功宴见到你，我也祝早安。活珠子是啥呀？晚安。就是那个刚刚成型的，就是那个鸡。对。啊。我的综艺晚辈。他呢特别有体育精神啊！上一次玩了一个猜字游戏，因为规则还跟裁判急了。太会演了。哎，真会。一个综艺新人，你好奇他节奏真好。干什么？继续努力。他想反驳。反驳了，说话了。鸡排哥，我特别懂你，真的。挺像领导。我先做。今天像一个鸡排帝国的拥有者啊！说的不就是我上综艺吗？我上完你的上你的，我上完你的上你的，上完你的上你的。出梗不够炸，我将无法原谅我自己。这后面拍的更诡异了，从后面机器人后面拍，感觉像机器人在监督大家。我的春晚像那个文旅，主要是还给他穿个马甲。人都记得，你照样认识他。所以机器人我必须认识。有难度，像我刚刚说的。抢镜头了，开始。行，你敢去冲关吗？像我落水那下他就来不了。我落水了，大家笑得特别开心。真会演人保活之后，他基本都背下来，他对他一直没看出自信。对，那说明他在家就背了。对啊，很厉害啊！早安，午安，真好，掌声！大家，我是杨迪。哎，你们之前看过杨迪综艺吗？我这么说，我看了杨迪基本大部分的综艺。你啥综艺看不着杨迪？我结束我必跟杨迪老师合一张影，我太喜欢他了。哎，那我也想喝。我看了他好，我从颇有，我真的我看了他10多年。我之前我是这么说，我最喜欢的综艺人就是杨迪，这个不是舔的或者怎么样，真事儿。这是客观上也构成舔。其实沈腾老师来你还说吗？那也是我也是最喜欢杨迪，真的。哦，我大学室友可以给我作证。今天也请到了秀琴的大学室友。欢迎正宗的鸡排哥。正宗鸡排哥啊！我是景正鸡排哥。正宗鸡排哥。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上综艺，他这个音色，今天的这种小场面，我心里有数，我心里有数，我心里有数，一切尽在掌控。他是哪里人？我江西人。说完你的，说你的，说完你的，说你的。上情绪了，哎呀，上情绪。这还行，这还行。他挺有情绪，这是他那节奏。我先说我认识的吧。劲儿上，劲儿挺大。机器人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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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要做小炒肉啊！认识您的时候呢，您还在送餐和扫地。再次见到你，你都已经上春晚了，兄弟。其实我跟你算半个同行，因为我每天搞的都是人机交付。好，我认识的说完了。他就认识机器人，他就认识机器人，他笑了，挺有画面的。付兰老师，哎，他今天节奏很好，昨天彩排的时候老紧张了，优秀的脱口秀，昨天他老紧张了，今天很好，感觉上来接了劲儿就对。喜欢您呢。听说您的专场草台班子正在全国巡演当中，给他做广告。我的专场鸡排摊子也正在全国。哎，我纠正一下，这是草台班子不是要收官了吗？是，一起。希望收官了才能做广告。为您服务的机会哦，让我们一起炸翻全国。他确实炸。宋小宝老师，太喜欢您了，看到你我眼前一黑。我很早就看过您的小品。给宝哥。如果今天图你图不到位，我是无法原谅我自己的。现在他这次名言观众不太熟悉了。
我的后厨都挂着一张您的照片，当做色卡。摆摊有后厨吗？应该是色卡，提醒我做大做强的。再装辉煌了。咋糊了？小齐同学，中专生，你买鸡排5块。靠学历享受学生折扣，他已经没学生证了。范志毅老师，哇，您是范大将军，而我只是个小贩。小贩是啥意思？地摊的卖菜卖东西的小贩啊，小贩儿。你跟观众是一个反应，是那种哦的。他没有那个儿化音，小贩儿啊。拼好饭我听懂，真的是你常吃。我也是过日子人，是能干出来。不光顾小贩吗？小贩比小贩便宜是吧？感谢您。小贩我认识，小贩我是吗？啊，不太熟。听说你少个儿买鸡排空运到长沙，怎么能？他很会给表情。鸡排要趁热吃，你懂不懂？如果你买真是相互，你看他讲每一个的时候，大家都是那种。我将会停止对你的售卖。这么狠吗？惩罚了。好了，现在最后一个段子了，可能梗会稍微的小一点。感觉他说最后一个段子有点高兴。熟睡度一定是相同的，跟他收摊一样。下班了。岗位没有高低，每个岗位都值得尊重。各位老师，有的是文艺岗，有的是体育岗，有的是教学岗。我干的是餐饮，只不过就是一个掌勺的嘛。但是我也将会站好我的掌勺岗。好，掌勺岗，掌勺岗乐了，掌勺岗要这么突然吗？掌勺岗虽时但到，给掌勺岗整乐了。最后，掌勺岗这个脸像吃鸡排吃多。希望各位老师的事业，不许这么说我们张老师鸡排一样，保持热度，永不掉粉，既不费服，也不费凉。既不会糊哦，既不会糊也不会凉。OK， 好。啊，我是纯因为 flow 鼓的掌，我其实没听懂。他只听 flow， 只听 flow 不听词儿。还可以，比彩排好很多。挺自如，挺自如。非常好了，非常好了。要是你们做路边摊创业，你们能干啥？我做周边摆摊的话，做点美甲。我必须卖烤冷面。为啥呀？因为我发现很多做烤冷面的人，他不会多放糖和醋。但是多放糖和醋的烤冷面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烤冷面哦，因为他是沈阳人，他做啥他都多放糖和醋，都是酸甜口。对，酸口。你们之前刷着过鸡排哥吗？你觉得鸡排哥最大的魅力是什么？我说实话，我没刷着过，我是这次才知道他的。就听过做完你的做你的这句话，真挺好。鸡排哥今天比彩排真好太多了。他彩排的时候来，他都讲不出话，因为他很紧张。是，他没在舞台上表演过。那他是挺聪明，是挺真诚的，我感觉也挺有气势的。劳动人民是最美的，是你能上春晚，你是最美丽的，美丽劳动。好，来，我最期待的范老师，他已经来了8期了吧？7期了，7期满别情，跟小齐谁？好啊，小齐是6期，6期，你6期再来一个，6期不认，6期42啊，好，行吗？问谁呢？老师？那是7个鸡排，反正收官了。请的人也蛮丰富啊，来了请的，还有炸鸡排的啊，就感觉不光要收官了，这不要收摊了。我觉得我们很让观众抢了。猜出来了。对，还有什么健身教练？我猜到了你的韵脚。演2人转。我感觉范老师没有鸡排哥有劲儿呢。他咋这么生气呢？感觉。不是张绍刚说他往心里去了吧？就是说武汉不乐意了。啊，说了很多，哎呦，不容易，是没有鸡排哥劲儿大。对，没有鸡排哥劲儿大，不容易的。其实脱口秀这个内部梗观众不知道吗？他还说这句，哎呦不容易的，没人看那么多期。哎呦，搞不懂，每次开场就是拉着我入场，跟个球童一样。啊，这起来了，球童是真像。我觉得这个得感谢张老师。包容一下，这起来了。张老师人保他的活，对，是。掌勺岗。现场还有嘴艺人，早安。
说唱歌手，天天就唱那句什么带上你的兄弟在山顶上摆造型，一点危机感都没有。机器人比你们会摆造型，来比个耶。哎，你看，脸上还有个叶吗？脸上。杨迪，哎，挺春晚啊，这么不火的综艺都被你发现了。但我其实有个问题，杨迪这么火，为什么之前脱口秀没人叫他？你就上，就是咖太小了，咱节目是咱的问题。你再受吃累，有啥活推给我，我体力好。别忘了，我不光是综艺咖，我还是个体育生啊。小宝哥，你看之前体育生那期他们也没看，蛮有意思的。节目组和我说，这知道。我以为他说体育生得有尖叫呢。我说啊，他得硬把我黑皮体育生啊。还有我这个183的黑皮体育生，黑皮体育生，之前我跟黑皮体育生动过手吧？周扬青那期。小宝踢球也很厉害的。哎，他们踢球是挺厉害。那个赵家班会那个就是那个一起东北对明星足球东北民间足球。你们说本山老师爱看足球？对。尤其是晚上踢球，很容易看不见他的。只有小宝老师是真吐。找他怎么找？我得大喊一句：“早安！”黑大说话。这个上情绪，终于上情绪了。能顶。我们有一次在节目里说话篮球。当时这个写的这个歌，只用脚。他说我像格子写，这我写的，这个我写，这个对不起啊，摆造型，摆造型。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等到更好的风。当了一季的品牌自由，下一季这个品牌自由来不来真无所谓。这不还有小七吗？重要的是邵刚，你记得要来。品牌们也要记得来，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们观众一定得来。好温馨，谢谢大家。一个正能量收尾。这期确实范老师温馨了很多，太温馨了。对，所以你们觉得范老师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呢？攻击性弱很多。咱实话实说，确实没有前几期犀利。你也是体育生啊？是有。他之前攻击性很强的，对，现在收着了。是不是岁数大了还是怎么的？是突然就是这10期录完，岁数一下就大了。对，他过了这个50几岁生日，到第10期说，哎呦，我真是，对，哎，脱口秀演员里谁平时踢球踢得比较好？我不太那个广智吧，广智踢得比较好，韧带都踢断了。那确实只能说他踢得好。广智，他是自己撅的还是别人踢着的？就是发生了身体接触？就是自己吧。我听说是放铲的。哦，是在这指认呢。好像是。我纯造谣啊，我可能记错。我也不记得，我记错了。他好像段里提放了。对，毛豆，大毛豆。今天有鸡排哥，绝不容放。当做饭综艺上的啊，一个鸡排哥，一个毛豆。他劲儿大。这个词呢。来了。非常开心来到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哎呀，我成天在家看，最后穿的也挺像大厨。也没拿我当朋友，真的。我在家是夜里流泪，白天擦，做梦都想来主咖，真的。好，468劲上来了啊！我是纯因为腐肉骨的，挺东北的幽默，还得是你们东北人。小齐是主咖，没事，你也算东北。好，先给我齐哥一个面子。是宝哥宋小宝，第一个宝哥去年生王嘉尔，流水线那首叫《巴比龙》，是不是？宝哥站在中间，舞台上是一个凹字，你知道吗？他就站中间，哎，你看那几个人在踩他。宝哥这个气势唱那个，哎，你感觉后边就应该接那个，又一个东北幽默。大棉袄，二棉裤，里边是羊皮，外边裹着布。宝哥表达是我是那个破茧。杨老师出道的时候叫表情帝，你知道吧？朗弹琴厉害，说是被上苍亲吻过的双手。周深是被上苍亲吻过的嗓音，表情帝，上苍是舔过你脸吗？那这是舔着脸，舔着脸，玩白菜呗，什么套餐都有的。是啊，杨迪挺可乐的，那是非常可乐的。我跟杨迪老师录过一次综艺的，太专业了。他俩拍过那个《火影情报局》，特别的大啊，对。导演说我们就表达这个饺子好吃就行，他吃一口好吃啊。他就吃了一个，我给你一盘都吃了。杨迪太会了。
杨迪老师是不是变帅了？杨迪老师红气养人。嗯，是真的吗？我第一次听这种事儿，那是我第2次补录啊，加上彩排我讲了3遍。杨迪老师第一次真笑，你发现没？他惊讶，我都经常都说啊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是哎呀第一次听吗这场杨迪适合来录这样的，他给的表情。专业。杨迪说他录的这么多综艺，是因为他爱综艺，挺违心啊。我最爱什么？我最爱撒点小谎，反正。我最爱导演给我看我东北小科结束那通告费，我都很惊讶。我说啊，是真的吗？真的是给我的吗？导演说假的，这个是杨迪的，这个是。这个不行说啊。假的。而且听说鸡排哥今年要开始全国巡闸了，全国巡闸。上一个全国巡闸的还是包青天呢，这个闸呀，纯闸。我和小齐都非常喜欢麒麟，真的了，让诗仙写断了笔，让先锋折断了戟，我一剑开天门，太帅了。这么帅的词儿，我上次听还是惊雷这通天修为，天塌地陷紫金锤。又来东北幽默，太东北了，全东北，全是东北歌。当然，如果真的，你这个歌要是重音改一改，还能更火着。你就让诗仙写断了笔，让先锋折断了戟，我乃压声第一人，我一剑开天门。开始压声了，压声。第一人，俺们也会啊。第一人，能进格莱美，我尽量。其实早期的歌也有很温柔的，就是那种歌词有点听不懂，就一直。这脱口秀说唱是有你问我海是什么？你问我什么是海？感觉说不够。又得有 beef 了，2个圈子。特别像初中的时候，应该是花里胡哨嘛。老师说昨天学到勾股定理，我说什么是勾股定理？他说勾股定理是什么？说车轱辘话。正反说。这是絮叨。反正话知道不？唯一能从武当造到南少林的，就是这个机器人的流水线了。其实场上所有嘉宾我都能理解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请不着嘉宾，他买了个嘉宾啊！我感觉节目其实是租的，哎，今天这个要是买不起，其实用我们了，买不起。明天就机器人吐槽机器人，吐槽的好的机器人在一块搞个比赛，叫机器人大会，上台就讲我的工厂倒闭了，我的原生工厂有问题呀。冠军坐在那个最上面，说我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机器人，我这。机器人也踢人。谢谢大家的矛盾。太炸了！忙，你们听说唱吗？我听，我说唱老粉。你们有什么喜欢的歌手或者歌曲？说实话，从早安红的时候就开始听。那他之前那个 Round Two 你听吗？我听，和2万那个。就是他之前在 Free Out 有个组合，听。对，什么偶尔也有坏习惯什么的，什么来点纯正的味儿，1966做头饰。现在太嫩了，对，他也是红气养人。是聊一聊这期整体看下来这个感受如何，朋友们？感受如何？对，最后一期感觉大家都很 peace， 没有前几期狠了。其实来的嘉宾表现都很意外的好。对，我也觉得是，就是确实是 peace 了不少。大家骂的对呀。大家收敛了。为了这个节目能有第2季吧，可能是你也不知道是为啥。但不好看也没有第2季，就很矛盾。对，那么具体到底好不好看呢，就留给观众朋友们来评述了好，然后这期是最后一期，所以整季下来，你们有没有就是印象比较深刻，就是最喜欢的那种？最喜欢的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范志毅吐槽刘晓庆那期。那期我给他写的挺狠的，就是咱们唯一有主咖的一期对，唯一有主咖一期，并且那期范志毅也挺敢说的，得罪了9期的嘉宾。不知道完，自此之后，感觉范老师就有点收敛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那期还挺狠的，范老师也挺敢说。那个确实是，我喜欢那个，我喜欢中女那期。黄圣依。对，因为那期是现场录制效果最好的一期，但是感觉播出来就是吞了不少。你喜欢哪个 party？ 我喜欢李雪琴那期，李雪琴的稿写的好。这个不得不说，李雪琴太厉害了。因为有的这个粉丝吧，说这个嘉宾的稿肯定是嘉宾自己写的，怎么可能有编剧写呢？编剧不可能知道我们这个就是怎么样。这个我们大部分都是不承认的，但李雪琴确实厉害。
人家自己改了，岳琴自己改了老多了。嗯，岳琴确实厉害，而且一直改到上台前一秒，对这个真的是有追求。他再来一次也是决赛选手。对，岳琴确实厉害，他是10期的 Talk Queen，我觉得。我给他点了个特别关注。确实，筹备最艰难的一期是哪期？这个我有答案，是上一期，因为我们的下一期永远越写越好。啊，这是上架期啊！你让我们先说完，太突然了，你适合收尾。筹备最艰难一期，咱事实来说啊，就是过年之前的那一期。哦，过年之前的那一期呢，准备要拍，结果就是拖着，最后快要过年了，但又不拍了。过完年之后又换了好多嘉宾。对，那期我们初2就开始写稿。啊，那期是挺匆忙的，反正。我给你垫一下子，我觉得最难的永远是下一期。好，怎么说呢？永远是越写越困难，时间越写越紧，也不知道咋整的。那你怎么认为呢？啊，那一定是上一期。哎呀，没必要吧？没有。行。好，你们觉得这一季节目最佳编剧和表现最好的嘉宾是谁？最佳编剧，那肯定是我们总编剧啊。你太舔了，我认为是我的责编小罗老师。啊，我跨级舔了是吧？我越级舔了是吧？跨级舔。那我认为是那个陈小静。啊，陈小静。陈小静可以吗？小罗。陈小静也是我的责编，2票胜过小罗。好，小罗是这一季节目第2好的编剧。行。啊，最好嘉宾呢？最好嘉宾印象比较深刻的。最好的嘉宾。对。最好的嘉宾，谢依霖也是咱们一块写。谢依霖她非常配合，而且他自己也非常努力，就是写了很多，虽然最后大部分都没用啊，就是因为他毕竟他不是像李雪琴那么专业，但是谢依霖非常配合，而且演的也非常大家编剧室所有人都很喜欢他，也是很敬业，会提前背，而且大家跟他合照，他也都合。是。你喜欢谁？但是我对耿大勇印象非常深刻。耿大勇是第一个来这个节目的素人。刘晓庆那期的。对，表现得很好。对，评价一下张老师和范老师。范老师咱们刚才说了。是，就是 peace， 没少说的，后期 peace了。张老师呢？你们说说吧，毕竟我是张老师的编剧。张老师状态越来越好了，是，而且他现在很会，就是他虽然这个脱离这些词啊，他也会跟观众怎么互动、怎么玩，然后节奏啥的，他现在只能说他越来越会了。100分的梗说出120分的效果，人保活了啊！他现在挺会的，反正是。好，评价一下这个节目，如果让你们分别用一个词形容这一季的主咖，会是什么词？我作为编剧的话，累。作为编剧不应该是加钱吗？啊，评价不是吗？不是让你许愿，你搁这许愿呢？你搁这。下一个问题就是许愿，咱们那个先评价，先评价啊。我先说我的啊，就是我前2个月的时候，因为他就是半个月录一次，半个月录一次，大家工作频率还是挺顺畅的。是。现在他后面几期就是连着录，因为过年休息了太长时间了，连着录有点太累了，脑子都有点转不动了。真是有点枯竭，尤其是就是你们一直写同一个的，榨干了。对，一直写同一期，同一个嘉宾往后写，确实有点难写。我还是想说保守，越来越保守。这再找个平衡点，有点就是不敢吐。我觉得就是没有咖。对，其实真是没啥咖。你想想，就1期有主咖。我以为你要说大家都是主咖，你不是正能量出啊？不是正能量，就是感觉就是确实有一些这个嘉宾朋友，这个槽点好像也是就是挺长时间以前的了。朋友都来了，主咖哪儿去了？对，我们当时写了一个说那个就是想顺藤摸瓜，然后瓜没来，藤全来了。腾哥来了，腾哥没来。腾哥来了。对，下回叫酷酷的腾吧。酷腾也算个咖吧。对，好，许愿了啊！如果有下一届，你们想做成什么样？有什么想对观众说的话？没事，咱就纯许愿吧。那个，咱们也不用那个太严格。十分想见周杰伦，那就是至少保持跟刘晓庆那期相同水平的以上的吧，及以上的。还是多点老艺术家。对，想对观众说的话，应该大家都会说，这个观众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观众，所以我们留一些这个问题，我们应该说一些想对节目组说的话吧，比如加钱。对观众好一点，对编剧也可以好一点。对，编剧还可以就是多挣一点，多挣是。对，而且负责这个宣发的同事们其实也很辛苦。对，是因为坐在这里吗？坐在宣发室，因为宣发同事们都在我们周围。对，建议他们也挣得多一点。摄像老师也都应该多挣一点。对，
这个一彤老师呀、对统筹老师呀、这个策划老师呀、灯光老师啊灯光老师地毯老师对对，地毯也是老师吗？地毯老师好，老师好，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问题，今天我们就陪大家看到这里了。我们下次这个还有个吃了吐啊，如果有下次的话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再见啊，拜拜。拜拜。